高三那年，父亲强行把我转进了后妈带的班级。身为班主任，后妈特意将班里同学两安排成了学习搭子，分配给她亲生女儿的是年级第1的学委，给我组的搭子则是3天旷5次课的校霸。没过几天，他就如愿看到我跟着校霸出入台球室、KTV 和网吧，甚至夜不归宿。但他不知道，被带去酒店的那天，我被校霸关在房间里，做了整整1夜的高考数学模拟卷。上午10点，孟兰带着我爸赶到酒店时，我刚收拾完战场。昨晚和齐潇折腾了一夜，直到现在我都腰酸背痛、头晕眼花。齐潇真是个牲口，明明一晚上没睡觉，今早给我买完早餐后，居然还有力气去台球室看场子。校霸的体力果然不同凡响。我叹了口气，拎起书包准备退房，没想到门刚一开，就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又脆又响，我直接被打懵了圈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面前这个气得发抖的男的是我亲爹，他身后还站着我的后妈兼班主任孟兰。2个人，一个应该在外地出差，另一个现在应该在学校坐班，现在却齐刷刷出现在这里。不用想就知道，一定是孟兰没安好心，见我爸直接动了手，他立刻假惺惺地拉住他的胳膊：“哎呀，老公，别动手呀，迟苗还是个小姑娘嘛。”孟兰这一说，我爸的火更盛：“小姑娘？哪个小姑娘有这么大的胆子晚上不回家？”孟兰当即略带责备地看向我：“迟苗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怎么能和齐潇跑出来开房呢？”开房？我愣了愣，算是明白了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和齐潇混在一起，孟兰作为班主任，心知肚明，却没阻拦过，现在却突然跳出来，明显是因为昨晚我和齐潇翘课后没有回家。这一大早的，他带我爸过来，是特意准备抓奸。当初他和我爸在酒店被我妈撞破，怀恨在心，现在有机会了，想顺便给我也泼一盆脏水。但他恐怕没想到，我和齐潇确实清清白白。开房？和哪个男的开房？我仰起脸：“爸，要不你亲自进来看看？”见我丝毫不慌，我爸反而愣了愣。孟兰也有些出乎意料，紧跟着进了屋。房里没有别人，2张床上，一张明显有睡过的痕迹，另一张连枕头的位置都没动过。我爸转了2圈，没看出什么异样，脸色登时缓和了许多。孟兰满脸诧异：“昨晚就你一个人睡的？”我有些莫名其妙：“不然呢？孟老师，您和男人出来开房，开标间吗？”孟兰有些尴尬，眼里却仍旧带着一丝狐疑，往房里不住地瞟，脸上仍旧火辣辣的。我却有点想笑：“孟老师，您可要看仔细了，最好连卫生间的垃圾桶也翻一翻，别把里面我换下来的卫生巾给看漏了。”昨天是我来大姨妈的第3天，我没有痛经的毛病，所以也没有跟齐潇提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反而成了打脸孟兰的证据。我爸当即明白了事情不对劲，开口道：“苗苗，刚刚是爸爸冲动了，不过我也是担心你。”孟兰的神色非常微妙：“对呀，苗苗，我在前台看到你和齐潇登记入住，还以为你们怎么了呢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爸，我昨天生理期提前了，痛经痛得厉害，又找不到孟老师，这才请齐潇同学帮我开了间房，就剩这一间了。我也没多想，吃了止痛药就一觉睡到现在，睡醒身体刚好一点，结果一开门就被你赏了个耳光。”我爸有些下不来台：“是爸爸跟孟阿姨错怪你了。这样，你先回学校，我下午的飞机还要赶着回去开会，回来再跟你赔礼道歉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爸，您可得让孟老师跟齐潇也道个歉，毕竟是孟老师把我安排给齐潇互相帮助的。”我爸一愣，显然还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1个月前，开学考试后，孟兰道貌岸然地在班里搞起了什么学习搭子活动，被安排成学习搭子的人，索性就换成同桌，方便交流。他的亲女儿孟瑶被分配给了年级第1的齐恒，而我
作为万年老二，却被派给了班上的校霸齐霄。孟瑶成绩不过中等水平，跟着齐衡，明显是要蹭学霸的辅导。至于齐霄的成绩，他压根就不来考试。高中前2年的大大小小测验，齐霄每次都逃，能逃的直接逃，不能逃的想办法逃，以至于到现在他还没被开除，也很神奇。我掂量了一下，孟兰的意图非常明显，让盛瑶抱齐衡大腿，让齐霄拖我后腿，原因也昭然若揭。我爸虽然是个商人，却信奉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虽然我妈走了之后，我性子越来越叛逆，但每回拿回来的成绩单都非常漂亮。尤其是开学考试后，我爸把我的成绩单和盛瑶的放在了一起，当时对我喜笑颜开。而一旁的孟兰立马就黑了脸，这才忍不住立刻搞出了这种小动作。见我准备把这些小心思都抖出来，孟兰明显有些慌张。迟苗，我让你和齐霄在一起，也是因为你成绩好，能带他。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误会。这样，你先跟我回学校，我抽个时间把你们的座位调开。当着我爸的面，孟兰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不过他恐怕还不知道，安排齐霄跟我当同桌，不仅不会拖垮我的学习成绩，反而是帮了我。只是他自己还浑然不觉。想到这里，我当即笑了出来。盛老师，你的心意我都明白。这次呢，是个乌龙，至于座位就不用调了。我和齐霄当同桌挺好的。回到学校时，刚赶上课间，我顶着个巴掌印从后门进了教室，坐进最后一排的拐角处，身边的座位空空荡荡。齐霄没来学校，他是逃课惯了的。这种三流高中，只要不杀人，基本上也没有老师管。我刚刚转进这个班，又有孟兰使绊子，大部分同学跟我都不熟悉，除了孟兰小三上位后带过来的亲闺女孟瑶。孟瑶和我同一年出生，只比我小2个月，也就是说，我妈怀上我没多久，孟兰就也怀上了。骚扰了我妈这么多年，他们终于成功上位，一大一小2个绿茶，不仅在家把我当眼中钉，在学校也不想让我好过。果然，孟兰刚来抓完奸，孟瑶就又凑过来造黄谣。迟苗，怎么你来了，齐霄还没来？昨晚你们不是一起去酒店了吗？下一秒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，孟瑶瞪大了眼睛。你的脸被谁打了？孟瑶的声音不算小，前排有不少同学望过来，就连他身边正在奋笔疾书的齐衡也抬起来头。果然，昨天的事情是他跟孟兰打的小报告。开学到现在，孟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膈应我了，无非就是仗着他妈是班主任而已。我冷笑一声，齐霄怎么没来？我还真不清楚。不过我脸上的巴掌印是怎么来的，你应该很明白吧？孟瑶脸色一僵。迟苗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在班里的人缘一向不错，又长得清秀，装起小白花来确实楚楚可怜。我却不想惯着他，慢条斯理道：我转来这个班后，最爱盯着我的不就是你吗？昨晚我和齐霄一起翘课，估计你又偷偷摸摸跟过去了吧？真是奇了怪了，都高3了，有这个精力，自己多刷几套题不好吗？还是说你和你妈一个德行，班里的同学还不知道我和孟瑶的关系？我也懒得跟他们抖自己家的破事，家丑不可外扬。我只想安安心心高考完离开这里。意识到我话语里的威胁，孟瑶当时变了脸色，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声音也微微发颤。迟苗，我也是关心你，才跟妈妈说的。周围立马有同学凑到他身边，七嘴八舌地安慰着，几个男生也站起身来。迟苗，你讲话别太难听。孟瑶是班长，这个是他分内的事情。听见有人帮腔，孟瑶接着哭哭啼啼地开了口：迟苗，齐霄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还是不要和他混在一起了。我正准备骂回去，没想到齐衡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，表情不置可否。我是万能老二，他是常年第一，我对他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懒得再争辩。
我一阵反胃，拎起书包就准备跑路。还没出教室门，一道冷冷的声音传过来：“为什么不能和我混在一起？”斜倚着后门，一个高挑的影子开了口。我望过去，齐潇面无表情地盯着孟瑶，眼神里带着赤裸裸的反感。齐潇这个人本就长得锋利，自带戾气，现在这副模样，看上去更是非常让人胆战。在这里待久了，没有学生想招惹齐潇，毕竟他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把惹过他的人全都揍过一轮了。更何况学校里面早有传闻说齐潇的母亲杀过人，而且还把被杀的那个剁成了100多块。他妈被判死刑后，齐潇就成了孤儿，没有人能管得了。孟瑶登时噤了声，围着他的几个男生也悻悻散开。齐潇的手上转着打火机，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燃又熄灭，看班里都安静下来，才慢吞吞的又开了口。难得来上一次课，就听到有人在造黄谣，要是只说我，倒也没什么，不过拖上人家迟苗，可就不太好了吧？毕竟迟苗是我的学习搭子，好心抽时间帮我补课，却被你们指指点点，未免也太冤枉了，对吧？孟瑶同学被点了名，孟瑶当即脸色煞白。齐潇笑笑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要乱说，毕竟班主任也不能时时刻刻护着你。话音刚落，下一秒上课铃打响，闹什么呢？孟兰阴沉着脸走进来，真是说曹操。曹操道：孟兰白天在我爸面前弄了个尴尬，现在回到学校，索性连装都不想装了。我爸不在，他立刻原形毕露，格外阴阳怪气。有些同学自以为成绩不错，就开始和学习不好的人打交道，不仅学会了旷课，还跟男同学夜不归宿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年纪轻轻，一点脸都不要。我和齐潇对视一眼，被这对母女恶心得明明白白。齐潇神色自若，先开了口：孟老师，您恐怕是误会我们了，他不是故意旷课的，是为了帮我补课。麻烦您和孟瑶给迟苗同学道个歉。齐潇说的直截了当，跟我刚刚在酒店里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孟兰立刻阴阳怪气起来：帮你补课？你那个成绩能补出个什么花来？再说了，你拿什么证明你们在补课？找理由也找点像样的。班里同学的目光都落在了齐潇身上，孟瑶也看过来，眼神里带着一丝鄙夷。齐潇懒得再废话，这样下次月考完您会清楚的。我猛地望向他，毕竟齐潇其实是学霸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而且在一开始他就不想让其他人知道。孟兰的表情阴晴不定，齐潇不以为意，朝我勾起嘴角：走不走？我当机立断：走。从下楼梯到被齐潇提溜着翻出围墙，还不到5分钟，这个速度估计孟兰还没来得及联系保安拦。我戴上齐潇递来的头盔，抓紧机车后座。齐潇俯身骑车，白 T 恤下被风勾勒出净瘦的腰线。我咽了下口水，想到自己就是这样被他的美色诱惑，一时好心，结果上了贼船。在我被转来这个班之前，齐潇连个同桌也没有。不过齐潇似乎也不怎么需要同桌，毕竟杀人犯的儿子在哪里都让人避之不及，学校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和他交往。时间倒退回1个月前，孟兰分配学习搭子那天，齐潇却刚好在。他一只手撑着脑袋，另一只手玩着手机，却懒懒地开了口：迟苗，我听说过你，老考第2名的那个学霸是吧？我一愣，下意识地伸出手：对，齐潇，我也听说过你，老旷课的那个校霸是吧？齐潇脸上没什么表情：你不怕我影响你学习？我摇摇头：既来之则安之，说不定被我捞一捞，也能帮你提升点成绩。齐潇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大胆，勾了勾嘴角：行啊，我的学习搭子。说完，他伸出手拍了拍我掌心，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。我望过去，手心里落了枚大白兔奶糖。喏，谢师费。结果课间，齐潇就又翘课了。再见到他是第3天下午，他难得的回学校找东西。我趁热打铁喊住他：
齐潇，你再这么旷课下去可不行，要不抽个时间我帮你补课。齐潇一愣，才想起来学习搭子这回事。你收班主任钱了？我有些无语。我好歹也算个学霸，现在大发慈悲，准备顺手渡你一把，保佑你上个2本。齐潇思考片刻，2本上那玩意儿干啥？我知道你很急着上大专，但是你先别急。齐潇似乎被我逗笑了，真给我补？我点点头。齐潇顿了顿，池同学，没必要，你未免太好心了。说着，又没了影子。我无奈地叹口气，准备把一肚子慈悲心收回去，没想到几分钟后，手机里进了一条短信，短短一行地址，是离学校3公里外的一家台球室。下一秒又进来2个字：来吗？下晚自习后，我悄悄溜进了台球室，前台站着个大腹便便的秃头老板，往里头吼了一嗓子：小齐，找你的。远处一个人影逆着光，正摆出一个非常标准的击球动作。下一秒，一颗球以一个刁钻的角度被精准地撞进袋子里。齐潇拎着球杆走过来，挑了挑眉：池老师不怕来找我影响学习？我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也就是老2的命，上不去，但也下不来。他指了指旁边的桌子：你先自己写题吧，我陪完那个场子，请你吃宵夜。四周有些烟味，我倒是不反感。掏出数学试卷开始刷，写到最后一道选择题，却怎么也算不出来结果。琢磨了几分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齐潇已经站在了我旁边。他瞄了一眼我的草稿纸，往里面的一个数指了指，少了个负号。我震惊：你怎么知道的？齐潇，猜的。我果然学渣的眼神和运气都比较好吗？齐潇摊摊手：我是混了点，但是你是从哪儿得出了我成绩不好的结论？您全身上下哪里看上去像成绩好的样子？迟到旷课不来考试晚自习，还在这里打台球，全都站了好吧？我和齐潇面面相觑，顿了顿，他叹了口气：要不你把开学考试的试卷给我看看？我掏了掏书包，果然，从拿到理综试卷的那一刻，他就开始沉默。这次我的理综考得还不错，但物理最后一道大题没算出来。试卷旁边写着物理老师给的参考答案。齐潇有些困惑：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写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你旷了2年课，能记得动量守恒定律就不错了，看不懂这个很正常。齐潇叹了口气：我是说，他就教你们这么蠢的解法。台球室的秃头老板也在旁边看热闹，闻言也踱步到齐潇身边，看了一眼我的试卷。3秒后，他嗤笑一声：是挺繁琐的。我莫名其妙：你们在说什么胡话呢？齐潇懒得搭理我，随手扯了根笔，在草稿纸上刷刷写了几行。我凑过去，仔细一看，没想到脑子瞬间卡住，确实比物理老师给的解法巧妙了不少。而且这个解题思路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秃头老板拍了拍齐潇的后背：以前给你写竞赛题，果然没白练。说着，齐潇从前台的电脑桌旁边翻出一本参考书丢给我：你先看看。我翻了翻，书半新不旧，大部分题的序号前打了个勾就被跳过，只有少数几道题后面写着完整的解题步骤，字迹我认识，和齐潇的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剧情？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还是大佬竟在我身边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齐潇突然勾起了嘴角：迟苗同学，万年老2当久了，想干掉齐衡考个清华吗？我差点一口气缓不上来，冷静了1分钟，我坚定地开口：我想考北大。秃头老板登时欣慰地笑了，目光流露出赞许：看看，好孩子，有志气，想当我学妹。学妹，我脑子里面缓缓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：您是北大的？哦，10几年前就毕业了。老板嘿嘿一笑：我演的吧？老板当时就怒了：妹妹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人不可貌相。我在北大念物理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说着，又指了指齐潇：不信你让小潇作证，他的物理就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
齐潇拍了拍老板的肩，人不可貌相。迟苗，有空上物理老师的课，不如来台球室找我。对了，你之前说帮谁补课来着？我盯着齐潇，一字一顿。那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能。你成绩真的很好，你觉得齐恒成绩好吗？我点点头。齐恒在我们年级，如果冲一冲，说不定真的能上清华。齐潇慢悠悠地笑了，应该比齐恒要强一点。那为什么不来上课？要帮忙看场子赚钱。那为什么不来考试？浪费时间，不如看场子赚钱。那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？按理来说，齐潇的成绩如果一直很好，那中考成绩应该差不到哪里去，完全有可能上市里的重点高中。听到这话，老板蓦然变了脸色，齐潇僵了僵，随即无所谓的笑笑。中考我没考完，最后一门考试前，有人告诉我，我妈杀人了。因为这件事情，这几年想找我茬的人很多，所以我不希望自己太惹眼。今天的事情，记得帮我保密。没问题。我抓了抓脑袋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想帮我补课？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。齐潇有些意外，随即漫不经心地指了指秃头老板。这几年，除了他，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心的人。而且，齐潇笑笑，和我一样，你也快被排挤了，对吧？哥们，你慧眼如炬，洞若观火，明察秋毫，是吧？脑子这么好使，你不会真的是学霸吧？今晚的信息量太大，我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。但齐潇并没有学校之前传闻的那么恐怖，这一点我可以确认，反而还挺乐于助人的。他翻了翻我的成绩单，物理和数学差点，其他科目都还不错，语文倒是特别强，一针见血。理科班里，我的语文成绩算是非常出色的了，但另外2门课确实不算出挑。齐潇笑笑，这样135数学，246物理，周日语文。我一愣，语文也要补？不是刚夸完吗？齐潇倒是干脆，语文你帮我补，算咱俩扯平了。于是接下来的3个星期，我都翘掉了晚自习，跟着齐潇在他看场子的台球室、KTV 和网吧，开始疯狂1对1。被齐老师倒反天罡，反复摧残了一轮之后，我连刷题难度和速度都上升了一个层次。但没想到，因为没能1个小时内刷完一份数学试卷，齐潇直接把我带进酒店，狠狠做了一整夜高考数学模拟卷。原因无他，想上清华，菜就多练，结果误打误撞，反而成就了孟兰来抓奸的名场面，给我和齐潇一人盖了一口黑锅。为了在孟兰那里自证清白，这次月考，齐潇难得的到了场。上周在班里闹的那一回，已经在年级里传遍了，所以齐潇出现时，到处都议论纷纷。我们的考场是按照成绩分配的，我和齐恒都在第1考场，而齐潇则是被分配在了最后一个考场，里面基本上都是年级倒数的学渣。考试前，齐潇刻意路过我们考场，冲我看了一眼。我清楚他的意思，补了1个多月的课，万年老二也该翻个身了。我比了个 OK 给他，齐潇勾起嘴角笑了笑，影子消失在门口。2天的考试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这次考试难度不低，考完后连齐恒的脸色也不太好。但被齐潇摧残了一波后，这些题对我来说倒还算顺手。只是我还不知道齐潇这次会考出个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分数。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已经完全不怀疑他的实力了。想考第几，估计都是他自己乐意。正琢磨着，从办公室回来的同学嚷着月考成绩出来了，发下来的成绩单上，齐潇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年级前10，反而是我和齐恒并列第1。孟瑶的成绩似乎也比之前稍稍进步了一点，但是我睁大了眼睛，齐潇的名字明晃晃压在孟瑶上1位。孟兰刚进来发完成绩单，齐潇后脚也进了门。他大大咧咧走进教室，孟兰和孟瑶的脸色都不好看。我拽了拽他衣服，你怎么想的？他悠悠叹了口气，太久没写试卷了，
手生，我无语，别装了哥，骗我得了，别把自己骗进去了。齐潇摊手，满脸无辜。我压低了声音，你其实就是单纯想恶心一下他们，对吧？齐潇还没回答，孟兰已经在讲台上开了口。这次考试，不少同学是有了进步，但是有些同学的进步明显是有问题的。班里不少人回过头，目光落在我和齐潇身上，有惊讶，也有怀疑。我皱了皱眉，孟兰的话是质疑齐潇的成绩不真实吗？果然，下一秒他就点了名：“齐潇，说吧，这次考试你为什么要作弊？”我瞪大了眼睛：“作弊？”齐潇漫不经心地站起身：“我有必要作弊吗？”孟兰看上去非常愤怒：“你平时吊儿郎当的，大家都清楚，就是补课，又怎么可能一下子排这么前面？我已经让老师们重新审了你的试卷，不像你能写得出来的。这一次考试，我会取消你的成绩。”这话实在恶心，我的脸色也变了，站起来反驳：“孟老师，齐潇同学在最后一个考场，那里的其他考生是什么水平，你很清楚，就是作弊，他能超谁的？”班里登时窃窃私语起来。孟兰愣了一下，继续争辩：“这也不意味着他不能用手机，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。”齐潇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微微眯起眼睛：“孟老师，说白了，您就是不相信我而已。既然如此，之后的每一次考试，我都会参加，直到高考。毕竟高考可没有办法作弊，也不敢有人作弊。您觉得呢？”话已经说到这种程度，孟兰再胡搅蛮缠的话，下不来台的就只有她自己。班里的同学都在看笑话，她佯装镇定：“行，我倒要能看看你接下来能考个什么分数出来。”我实在是被孟兰的无耻给震惊到了。齐潇懒得浪费时间，招呼我开溜，跟着齐潇。我有些内疚，之前他说过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，这段时间却因为我被搅和了进来。但齐潇看上去并没有受影响，直接带我去了校外的书店。我有些诧异，之前也没看过齐潇写这些辅导书，提溜着一堆资料。果然，齐潇又带着我回了台球室，每本习题册里的难题都被做了标记。齐潇自己也专心地解了几道。秃头老板见状，倒是有些震惊：“小齐，你怎么也开始搞题海战术了？”齐潇转着笔，给我画受力分析图，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准备给他们上强度，下一次月考很快就到了，和之前差不多。”不过齐潇被分到了孟瑶的考场。考试前，孟兰特意申请了去那个考场里面监考，这显然是已经认定了齐潇是学渣，准备时刻盯着，不给他任何作弊的可能。考完第一场语文，孟兰还不算太过严厉，但下午监考数学时，孟兰简直恨不得把眼珠子都粘在齐潇身上。而齐潇这一次难得的没有早退，而是仔仔细细写完了全程，甚至连草稿都写得一丝不苟。数学刚考完，我立刻跑去齐潇的考场。怎么样？他有没有趁你考试为难你？齐潇还坐在原位上，看上去倒是风轻云淡。孟兰正在讲台上整理试卷，眼睛里却都是不可置信。看见我进来，齐潇勾起了嘴角。孟老师这次恐怕又要翻车了，毕竟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掩盖不住的，比如长得帅，比如学习好，比如……齐潇顿了顿，出乎意料的没有再说下去。这次的成绩出来后，才是真正的轰动。我考到了年级第一，反超齐恒整整10分，而年级第二是齐潇，他只比我少1分。但我看过他的答题卡，很清楚这1分是因为他故意漏掉了物理的最后一道大腿，而那一题他完全做得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按照他的成绩，上清华基本上稳了。年级的其他同学还不知道真实情况，但也已经足够震惊。不过留给他们震惊的时间没有太久，下半个学期模拟考也越来越频繁，而齐潇几乎每一次都占着年级第二的位置，年级第一基本上都留给我和齐恒在争，输的那个基本上会直接掉到第3，
周围的同学也逐渐习以为常。倒是孟瑶好像和我恰恰相反，成绩频频下滑，不升反降。孟兰拉着齐恒给他开过不少次小灶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就这么到了高三下学期的5月份，孟瑶的成绩已经很难看了。不过我并没有心思在乎她的成绩，每天跟着齐潇补课，已经能要我半条命了。教室走廊上，对着刚发下来的3模成绩单，齐潇叹了口气：“迟苗，我怎么觉得你离清华还差一点呢？年轻人还得多练。”见我要炸毛，齐潇笑笑：“走吧，今天齐老师给你放1天假，发工资了，请你吃饭。”我立马精神抖擞跟了上去，没想到下一秒，衣袖却被孟瑶拽住：“迟苗，我能跟你一起补课吗？”孟瑶看上去楚楚可怜。自从齐潇占据年级第2的位置以来，我已经在学校里被封神了。不少人以为是我把齐潇点石成金，课间来找我问题求点拨的同学也越来越多。但殊不知，齐潇才是真正天赋异禀的那个，只是在外面，他偏偏喜欢装出全靠我才有今天的模样，直接导致齐恒那边少了一大半簇拥者。齐潇的目光落在孟瑶的脸上，语气不算客气：“孟瑶同学，补课也是要排队的。”我看着孟瑶，实在不知道他又想搞哪一套。孟瑶看上去是真的急了：“迟苗，我最近的成绩你也知道，快高考了，你就不能也帮帮我吗？”我有些无语，指了指教室里的齐恒：“你的学习搭子在那边，麻烦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，谢谢。”孟瑶被我们2个轮番呛了一遍，有些绷不住：“迟苗，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，你怎么能这么双标呢？齐潇这种人，你都愿意帮他补习，为什么不能帮我补啊？”话一落地，四周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我脸色骤然一变，立刻望向齐潇。一群人里，齐潇神色依旧，声音却冷得厉害：“我这种人，哪种人就知道混的学渣，还是杀人犯的小孩？这几年这样的话我都听腻了。我妈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爸给剁了。你们或许可以介意，但麻烦介意的时候离我远一点。虽然我妈妈已经不在了，但总比有些人和自己的妈妈没有道德观念来的强。”齐潇的话简直是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周围围着的同学们满脸都是吃到大瓜的表情。和齐潇在一起这么久，我当然见不得他被孟瑶这么戳伤疤。见四周安静下来，我深呼吸道：“是啊，妹妹，我也觉得当小3的女儿比较可怜吧。毕竟如果不是你和你妈，我妈也不会被气到抑郁自杀。”整个班里只有齐潇清楚我和孟兰、孟瑶的关系，但他并不知道他们居然是间接性害死我妈的凶手。闻言，齐潇也愣了愣。我继续开口：“还记得那天孟兰是怎么带你来我家逼宫的吗？孟瑶，或者说迟瑶同学，大绿茶生了小绿茶，害完我妈后又想折腾我，你们难道不觉得自己恶心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周围的同学更是惊掉了下巴。孟瑶已经装不下去了，当场就要扑过来厮打我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齐潇已经挡到我面前，把我拽开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孟瑶没站稳，整个人竟然从围栏边翻了下去。这里是2楼，刚刚赶过来的孟兰的脸色当场就变了：“你们怎么回事？”走廊吵架的事情立刻被捅到了我爸和校长面前。离高考不到1个月，学校居然闹出了这种意外。孟瑶的左腿和右手摔到骨折，被打了石膏，加上其他伤，估计要在医院躺很长一段时间，肯定是来不及参加这次高考了。而我和齐潇因为这件事直接被停课反省。孟兰在我爸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非要我也不能参加今年高考。我实在是无语。孟瑶的事情明显是他自己弄巧成拙，居然还想怪在我头上。好在我爸还算个人，没有答应他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。但是因为这件事，他让孟兰看住我，直到高考前都不许我和齐潇见面。不过距离高考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，不能线下见面，影响倒也不大。齐潇改换策略，
每天看完场子后陪我视频补课，我则在家里疯狂刷题，保持手感。这段时间没了孟兰和孟瑶作妖，我的状态反而好了不少。做齐霄给我压的题也顺手了很多。补完最后一次课，第二天早上就是高考。我和齐霄刚好被分在了同一个考场。临睡前，我打开聊天框，给齐霄发了句“高考加油”。这个点，估计他刚洗完澡，回复的短信很快传回来：“高考加油，清华等你，清华等我。”齐老师依旧自信。我笑了出声：“到了清华，你还能给我补课吗？”没想到齐霄秒回：“能，补一辈子。”没想到第二天中午考完语文时，孟瑶居然出了院。孟兰是班主任，这2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没时间陪她。我爸也出差了，估计他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。见他面色不佳地坐在客厅，我直接拿他当空气。毕竟我现在心里只有高考，没工夫跟他吵架。上午刚考完语文，我发挥的还不错。至于数学，有齐老师的辅导，考个加，基本上不成问题。结果午觉睡醒，正准备赶去高考，却出了岔子。我的房门怎么也打不开了，是被人从门外给锁死的。意识到这里，我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。家里除了我之外，只剩下孟瑶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。我拼命拍着房门：“孟瑶，你给我开门！你疯了吗？”门口果然传来孟瑶歇斯底里的声音：“迟苗，你就老实在家里待着吧。凭什么你能去高考，我却被你们害成这样？我不能去，你也别想好，等着明年跟我一起复读吧。”我的血压登时就高了。报复人也用这么蠢的方式，这是把脑子也摔坏了吗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我回过神，立刻打了。但警察那边过来还要一会，算下来很可能来不及。我真的连杀人的心都有了。没想到下一秒，齐霄的电话拨了过来：“迟苗，你还没来考场吗？我已经到了。”我差点急哭了。我被孟瑶锁房里了，他故意想害我不能去考试。齐霄反应极快，给我你家的定位，从考场过来只需要10分钟，比警察快一些。我家是独栋别墅，我住2楼，正心急如焚，就从窗子那里看见了齐霄翻围栏进来。大门的密码在路上我已经告诉过他了。我立刻拼命喊起来，孟瑶还守在我门口，没有防备，被出现在身后的齐霄一把按到墙壁上。下一秒，咚！我的房门被齐霄从外面一脚踹开。我和齐霄几乎是踩着最后1分钟进了考场。好在齐霄救驾及时，没有真的影响到我发挥。考完数学，怕孟瑶继续作妖，我索性直接在外面开了间房，撑到了第2天考试结束，出了英语考场，这才算是真正长舒了一口气。孟兰身边围着不少学生，人群里，她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是慌张，估计是已经知道了自己女儿做的蠢事了。我没那份好心去听她的狡辩，还是留着去公安局里解释吧。孟瑶故意不让我参加高考的这件事，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发了信息给我爸，顺便发了一份到校长信箱和教育局信箱。他需要自己为这件事付出代价，也许最终他不会得到实质的惩罚，但我也懒得再去纠缠了。我还有光明的未来，而他们母女在未来的1年里恐怕都不会好过。高考完，我总算过了个悠闲的暑假，除了睡觉外，就是跟着齐霄在台球室看场子，难得不用2眼一睁就被齐老师按着刷题，日子实在是非常愉快。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出分的日子，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，我和齐霄倒是丝毫不紧张。提前半天，我们2个的电话已经被清北的招生负责人打爆了。齐老师果然说到做到，我还在被北大的老师诱惑着，齐霄已经把我拽去了另一边，挑着眉问我：“迟苗，我怎么记得你答应要跟我上清华来着？”于是9月份，我和齐霄进了同一所大学。绿荫道下，星星点点的阳光在阴影之上跃动，跟随我们走进新的人生。我想起了什么，问他：“齐霄，
你第一次在学校考年级第2那次，跟我说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装不出来的，比如长得帅，比如学习好，还有第3个比如。但你当时没有说完，那个时候你想说的是什么？我仰起头，直视着齐潇的眼睛，果然，下一秒，他轻轻笑了起来，俯身望我，迟苗同学，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想说的是，比如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喜欢你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果然，意料之中的答案。我转过头去，嘴角上扬，却故作镇定。其实我也有2件事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什么事情？第1件，齐潇，我也喜欢你。第2件呢？其实我真的比较想上北大，不过有你，清华也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过年回家，堂妹的首富老公竟是我和老公的儿子。爸妈不喜成事，所以我特意给他们在老家建了一套别墅。可是春节前几天，堂妹却恬不知耻地上门借房子，甚至还得寸进尺地要求我全家春节给他们家当保姆。我愤怒拒绝，堂妹却比我还要生气。穷酸鬼还学别人造别墅，你那2两重的命根本不配。找你们借房子是给你们面子，我老公可是汉城首富的儿子，你们得罪我就是跟整个汉城作对。听到这里，我愣了一下，疑惑地看着老公。作为真汉城首富的老公连连摇头。我才30，上哪里生能结婚的儿子啊？我本想着把爸妈接到城市去养老，可是爸妈舍不下老家，念叨着要落叶归根，我劝不动，只好把老宅拆了，建了一套不算很大，但是却十分舒适的别墅，让老2口住着。别墅装修好了之后，来看别墅的乡亲们络绎不绝，热闹了好几天。今天总算安静了下来，我刚想松口气，别墅大门就被推开了。来的是堂叔陈信宏和堂婶何佩珍，以及堂妹陈佳慧。3人的表情看上去不算友好，颇有些来者不善的意思。爸妈没看出来有什么异常，依旧热情地让3人坐下，拿出瓜果零食出来招待。陈信宏和何佩珍径直坐下了，但是陈佳慧却没坐下，而是踱步在客厅来来回回地看着，许久才开口：“呵，这么小个别墅也拿来显摆，也不嫌丢人吗？”我有点生气，但是想着临近过年，并不想要争这个口舌之快，只是笑了笑。太大了的话，爸妈打扫起来麻烦，小小的才温馨。陈佳慧白了我一眼：“造不起就造不起，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干什么？不觉得可笑吗？不过也算正常，就你这样的货色，能把自己卖出一套别墅也算是厉害了。但是作为你的妹妹，我还是想要劝你，年纪越大，赚钱越难。你现在不把钱攒着，来充这种门面，以后等年老色衰，人老珠黄哭都来不及了。”我听着这些话，更是生气，语气也生硬了起来。大过年的，你在这里阴阳怪气的干什么？既然瞧不起我家这别墅，就别来这待着了，我们也不欢迎你。这话说出来，陈佳慧眉毛一挑，竟然生气了。你以为我乐意来呀？我这次过来是来找你们要房子的。什么？我以为我听错了，重复了一遍。要房子？要什么房子？见我这么不上道，陈佳慧的表情更加难看。就是这套别墅啊，我刚刚看这房子勉强也算能住，离过年也还有几天，我们打算住进来，过年就在这里过了。我和爸妈对视一眼，虽然陈佳慧一家一直都有点不要脸，但是仅限于占大家一些小便宜，这样明目张胆的来要别墅，还是第一次。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生气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家的房子，我凭什么搬出去让你们住？陈佳慧刚想开口，却被何佩珍打断。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佳慧这孩子没说清楚，不是要你们搬出去把房子让给我们，这房子是你们的，你们肯定要住在这里的。我更加迷茫了，难道陈佳慧一家是想一起住进来，在我家过年？陈佳慧见我不明白，皱着眉啧了一声：“我们不会霸占你们的房子，
但是你们得把主卧套房和次卧套房让出来给我和我爸妈住，你们一家4口就住在1楼那个小客房就行。当然，这也不白住的。你们4个得负责过年期间我们全家人的饮食起居，包括但不限于给我们洗衣做饭、铺床叠被。陈信红站起身，咧开嘴笑了笑，补充了一句：简单来说，就是当我们家的保姆佣人。我看着3人得意的嘴脸，试探性的开口：你们的意思是要在我家过年，睡家里的主卧和次卧，然后还要我爸妈和我老公给你们当佣人伺候你们？3，对喽，陈家慧一家3口异口同声地说，这下连我爸妈都接受不了。凭什么？你们是不是吃菌子吃坏了脑子？凭什么住我家？凭什么作践我们？陈家慧气得一跺脚，看清楚你们在跟谁说话？难道没发现我们家已经今非昔比了吗？说着，陈家慧一家炫耀似的在我们面前转了个圈，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3人打扮的确和以前不一样，不仅仅穿的全是大牌的衣服，脖子上和手腕上更全是金饰，一整个鸟枪换炮，尽管闪闪的。可是陈家慧一家是全村最穷的呀，全村人都盖了新房，只有他们还住在瓦房内。之前几年过年都是苦哈哈的，怎么可能弄到这么多钱来买这些东西？我还在想着，我爸叹了口气：信红啊，你就算有点钱，也该省着点花。为了过年，你花这么多钱，以后可怎么办？人可不能这样报复性的消费，细水长流才是真谛。我妈也连声附和：你们这钱是哪里来的？该不会是用佳慧的彩礼买的吧？你别嫌我们啰嗦，你们就佳慧一个孩子，这彩礼你不该乱花，应该省下来留着给佳慧用啊！陈佳慧冷哼一声，大叫一声闭嘴！这算什么？你们这种穷逼，就算给你们钱，你们也不知道怎么花，还管我们的闲事？我们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你说这么多，无非是嫉妒我嫁了有钱的老公，还省下来给我。你倒是想花，你有这个条件吗？你女婿能给你这么多钱吗？4，我略有些奇怪，陈佳慧结婚的事情我是知道的，并没有大操大办，本以为是嫁了个普通人，难道竟然是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吗？见我和爸妈有点疑惑，陈佳慧有些得意：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我的老公是首富，所以这些钱对你们来说是天文数字，但是对于我老公来说，不过是9牛1毛，一顿饭钱而已。何佩珍摸了摸手上的大金镯子，哎，我们也不乐意戴的，这戴上手都抬不起来。可是没办法，女婿太有钱了，要是不戴，才真的是丢了他的脸面呢。我笑了笑，堂叔堂婶，既然你们女婿那么有钱，直接让你们的女婿给你们造别墅，不对，造庄园不就好了？来霸占我家房子算什么呢？陈佳慧听着，脸都气红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，这种房子，我老公随便挥挥手都能造出来100个，只不过现在快过年了，不方便动工而已。我老公说了，等明年他就直接给我们在这里造个大别墅，比你家大100倍的那种。陈信红也跟着说：对呀，要不是看你是我的亲戚，我哪里会给你伺候我们的机会？你把我们全家伺候好了，我们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和爸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陈佳慧却以为我这是答应了，自顾自地说：赶紧去搬家吧，还有今年的年夜饭可别给我敷衍的做，什么爆餐赤肚你们都得买上，我老公吃得开心，自然会记你们的好。如果你们让我爸妈满意，以后我家别墅建了起来，你们也可以长期去做保姆伺候我们的。5，看着陈佳慧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我却深表怀疑，毕竟陈佳慧天天上当，当不一样。我心里想着，嘴里就直接说了出来：佳慧，你该不会是被骗了吧？毕竟你之前的男朋友，一个个也身份特殊，不是什么非洲的王子，就是迪拜的勋爵，上次甚至还带回了一个什么太子的后裔。提起之前的事情，陈佳慧有点气急败坏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老上当？
这次我老公可是给了我们一堆的现金，还开着豪车带我们出入了他家里的别墅，以及各种高档场合的，所以我非常确定我老公就是首富。还有，这种话，你要是敢在我老公面前胡说，就不要怪我们不念亲情。毕竟我现在是首富夫人，不夸张的来说，就算搞死你们，你们也无处申冤。我还是有点怀疑。陈信宏却觉得我们是嫉妒，说话更大声了，还怀疑我女婿的身份。难道我女婿不是首富？你那个回来就知道往地里跑的穷酸女婿才是首富。我爸妈对我老公十分满意，想也没想就出口反驳，我女婿那是低调。我女婿可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陈佳慧打断。别说那些没用的了，我老公马上都要到了，你们赶紧搬走。你们不要为了自己这可怜的面子扯东扯西，要搞清楚，我们从手指缝里面露一点出来，都足够你们过几辈子了。何佩珍也呸了一声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按照我的脾气，早就找人把你们打一顿，逼你们让出房子了。别在这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，你们让不让房子？6，我正要开口拒绝，老公冯志明就提着锄头从外面走了进来，随口接了一句：“什么让房子？”陈佳慧一家似乎松了口气，嘀咕说：“总算来了个正常人，跟你们这3个穷酸鬼真是有理也说不清。”陈佳慧不再搭理我和爸妈，自顾自地走到了冯志明面前，一脸鄙夷地说：“你就是我那穷鬼姐夫了吧？你来得正好。赶紧把这3个不知好歹的人好好管教一下，把房子让给我家过年，顺便伺候一下我的首富老公。你做这些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，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改变你的命运。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，到时候让你给我老公开车，比你自己打工可有前途100倍。”冯志明一脸迷茫：“什么？我去开车？”陈佳慧气得不轻：“怎么一家子都是白痴？我说我老公是汉城首富的儿子，现在要你们的房子，并且要你们伺候我们，你们不听我的，就是跟整个汉城作对，把我们逼急了。我让你们在中国都毫无立锥之地。”听到这里，我面色一僵，猛地看向冯志明。冯志明的表情比我还要夸张。陈佳慧见了十分得意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刚刚不是还很牛逼吗？赶紧给我们跪下磕头道歉，我就原谅你们了。冯志明朝着我疯狂地摆手：“不是啊，老婆我没有，你别听他胡说呀，我才30岁，我上哪里生一个满结婚年龄的儿子去呀？”我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刚刚陈佳慧一直说首富首富，我太过震惊，都忘记问是哪里的首富了。如果早知道是汉城首富，我也不需要跟他白说这么多，毕竟汉城首富就是我和我老公2人，而我们非常确定，我们没有什么儿子，更不可能娶陈佳慧。冯志明说完这句，陈佳慧一家愣住了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冯志明说了什么。陈信宏气得半死：“你要死啊？敢占我女婿便宜？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在中国待了？你知道什么叫首富吗？就算是我现在把你打死，也没人敢为你出头。有钱就是可以这样为所欲为的。”何佩珍也是气得浑身颤抖：“你这2两重的贱命，敢这样碰瓷我女婿？”倒是陈佳慧的表情有点奇怪，疑惑地说：“难道你就说我公公在外面的私生子？我老公的确说过，让我不要用首富的名号去压人，原因就说因为知道公公在外面还有个私生子，私生子很恶心，想要霸占我老公的财产，导致我老公一直非常低调。没想到那个私生子就是你。”陈佳慧说着，打量我一眼。我说：“你们家哪里来的钱盖楼呢？”原来是找到了他，可惜私生子就是私生子，难登大雅之堂的。说的好听是私生子，不好听就是个贱种。我翻了个白眼：“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难道你家里没有网线吗？自己网上查一下首富是谁，不就清清楚楚了吗？”陈佳慧也白了我一眼：“你懂什么？网上那都是假的。首富的什么哪里能随便公布？万一遇上有心人绑架怎么办？”这话说的，
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反驳了。八，冯志明也有些无语。你是我老婆的妹妹，那也算是我的妹妹，也算是一家人。我明确告诉你，我父母早亡，更没有什么兄弟姐妹。我之所以成为汉城首富，考的不是胡说八道，是我和我老婆一起努力这些年的结果。虽然冯志明说的都是真的，可是陈家慧一家却嗤之以鼻，根本不信。陈家慧冷哼一声：“神经病！你们一家都是神经病！我老公现在就在我家里，你们这样冒充我老公的身份，是会死得很惨的。我最后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跪下道歉，并且让出房子，以后伺候我爸妈一辈子，我就放过你们。我脾气好，我老公的脾气可没这么好，到时候让你们全家流着血过年就不好了。”三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我大叫一声：“闭嘴！别扯淡了，赶紧把你的首富老公叫过来，就一切真相大白了。毕竟有人冒充我和我老公的身份，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管管。”见我如此的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陈家慧也没再犹豫，直接拿起手机给她的首富老公打电话：“老公，你赶紧把你的豪车开过来，让我这不长眼的堂姐一家也长长见识。村子本来就不大。”没等多久，一辆豪华的宾利就开了过来。见到这辆宾利车，我和冯志明脸色变了变。陈家慧冷哼一声：“现在才知道害怕，太晚了。”我和冯志明并没说话，只是伸长了脖子，想看看开车的人是谁。车主一下车，见了我和冯志明，立刻就愣住了，站在原地连动都不敢动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所谓的首富之子，竟然是我和冯志明司机团中的周海。不等我和冯志明说什么，陈家慧不顾周海铁青的脸，直接把周海拉进了院子，撒娇道：“老公啊，我本来想着我家那破瓦房配不上你高贵的身份，想着把这套房子借来让你住一下。可是这家人不识好歹，不光不借，还在这里口出狂言，冒充是你的私生子弟弟。”陈信红也十分的得意：“好女婿啊！我记得你说你认识我们省的省长，你赶紧给省长打个电话，把这4个人抓进去，治他们一个不敬首富的罪名，让他们在牢里面过春节。”何佩珍笑了笑：“不想去牢里面也简单，现在立刻跪下来给我们磕头舔鞋，并且接下来给我们当佣人，我们也可以说说好话，原谅你们的不敬之罪。”陈家慧赶紧制止了何佩珍：“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就冲他们侮辱我老公，占我老公的便宜，这一条罪名都足够让他们死10000次了。更何况我刚刚不是没给他们机会，我都说清楚我老公是谁了，他们不光不害怕，反而还出言不逊，那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。这种人你还给他机会干什么？也不怕他趁着半夜把我们绑架了吗？”何佩珍赶紧打嘴：“对，你说的对，我看这个穷鬼女婿一脸坏相，还是个孤儿，肯定不是个什么好人。”陈家慧和陈信红、何佩珍3人说的唾沫横飞，我忍不住开口：“你们说这些话之前，至少先看看你那首富儿子女婿的脸色吧。你们难道没发现他都要哭了吗？”3人这才回头看了看周海，周海面色铁青，张了张嘴，怎么也说不出话来，直接双腿一软，跪了下来。这一跪，陈家慧3人直接愣住了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说不说腿不舒服？”周海没有理会陈家慧，而是跪着来到了我的冯志明的面前：“老板娘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我真的不知道陈家慧是这样的人啊！求求你们原谅我吧，我不该吹牛，我不该冒用你们的身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而且，我没用你们的身份为非作歹，只是我这么大年纪娶不到老婆。而且我也没说呀，是陈家慧自己觉得我是首富之子，我什么都没做呀。”冯志明看了看我，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看着地上的周海：“你什么都没做，那为什么陈家慧说你带他去了别墅，给了钱，还带他去高档场所，还鼓动着陈家慧来霸占房子？”周海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一眼陈家慧。
赶紧解释，我坦白，别墅说你们不常去的那套，因为录了车牌，所以我可以直接进去，钱也是车里面放着的钱，高档场所，那也是我用车里的会员卡进去的。房子是我实在不愿意住那个破瓦房，我就是暗示了一下，是他们自作主张啊，不是我的问题呀。听到这里，陈家慧一家算是明白了，什么首富之子，全是假的。周海不过是我和冯志明的司机而已，真正的汉城首富，竟然是我和冯志明。这个消息对于三人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陈信宏和何佩珍面色铁青，但是尚且可以站住，陈家慧却白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眼看这样，我也不好太追究，我挥手让周海先带着陈家慧去医院，有什么事情年后再说。只是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陈家慧一家人和周海竟然又来了。陈家慧的面色惨白，一进门就直接坐在沙发上，对着我伸出手来，给钱。我愣了一下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陈家慧气得胸口剧烈的起伏。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昨天我流产了，我失去了我的孩子，医生说我以后再也不可能怀孕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责任，所以你现在必须给我1个亿，就当是补偿的是损失，毕竟这孩子是在你家没有的，所以你有责任。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，你是不是有病？陈家慧没料到我会这么说，她表情一变。俗话说，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如果你们不给钱，我就去告诉全村的人，告诉媒体，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我的孩子是你们给弄没了的。我指了指大门，尽管去说，我可不怕你们，反正家里在建成之后就安装了监控，本来是为了时刻关注爸妈的动向的，但是没想到还能排上这个用场。陈信宏赶紧拉住要出去的陈家慧，开始假装和事佬的模样。小盼，何必搞成这样呢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你现在是首富了，给我们点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再说了，1个亿对你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，你要是不给，丢的是你们自己的脸。我可看过很多电视，如果我们去找媒体曝光你们损失的可不是1个亿，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亿。花钱消灾这句话，难道你没听说过吗？我笑了笑，我的钱给狗也不会给你们。你是不是忘记你们昨天那恶臭的嘴脸了？看我这副样子，陈家慧明白我不会给钱，他立刻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刀，不过不是朝我，而是朝着自己的脖子。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死在你家，我们谁也别想好过。小盼，要么你就给他们点钱吧，这大过年的，要是真的闹出人命了，对你和志明影响也很大的。信宏啊，1个亿我们是不会给的，但是给你几十万，就当是亲戚之间的帮助。可是你以后再不能来犯我们了。我爸叹了口气，一边说，一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和冯志明。冯志明只是看了看我，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，意思是一切都听我的。陈信宏呸了一声，几十万，你们打发叫花子呢？你女儿女婿住几个亿的豪宅，开几千万的车，就给我几十万，我认为我会要吗？1个亿，少1个子都不行。反正我们烂命一条，要是当不成亿万富翁，我们就全部去死。爸妈急得焦头烂额的。我仔细看了看陈家慧一家人，除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的周海，另外3个都是一脸的视死如归，看得出不像是开玩笑。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可笑。昨天他们以为周海是首富之子，对我家各种贬低嘲讽，当时他们怎么不说给我们1个亿呢？但凡昨天他们对我们态度好一点，我也不至于如此。想到这里，我摇了摇头，爸，1个亿对我们来说也是钱，我们的钱也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不可能会给他们来助长这样的不正之风的。今天他们以死相逼要1个亿，明天就会以死相逼要10个亿。你就是太心软，所以他们一家才会这么胆大包天。爸妈还想再说什么，我给了冯志明一个眼神，冯志明立刻把我爸妈推进了卧室。13，
冯志明回来站到我身边，上位者的威严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我劝你们尽快离开，只要你们现在走，我还可以看在亲戚的份上，不追求周海的事情。如果你们再不走，恐怕就不能善了。见我和冯志明打定主意不想给钱，陈佳慧也不再多话，直接拿刀朝着自己的脖子扎了下去。我赶紧冲过去拉住了陈佳慧的手，倒不是我舍不得她死，我只是不愿意她脏了我家的地。可是我没想到，陈佳慧根本没打算死，她就是等着我出手制止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发生什么，就被周海挟持了。冰冷的刀放在我的脖子上，只要轻轻一动，我就会血溅当场。冯志明吓了一跳：“周海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？”周海不复昨日卑微的模样，冷笑一声：“干什么？你老在我们面前装着一副好人的样子，可是只有我知道你心里多黑暗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如果你真的够好，早就让我发财了。为富不仁，你这种人早就该去死了。我之前就有过这个想法了，要不是你身边的保镖太多，你早就死800次了。还好老天有眼，让我在这里遇到你。我限你在10分钟之内给我转账10个亿，不然我不介意让你亲爱的老婆流点血。”陈佳慧却觉得周海啰嗦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怎么可能害怕？说着，直接拿着刀朝着我的脸捅了过来。我先划花你的脸，就算是收点利息了。14。不过我并不慌张，预料之中的疼痛也根本没有出现。10来个训练有素的保镖瞬间出击，把4个人牢牢控制住了。冯志明把我护在怀里：“没事吧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没事。”其实昨天上午4人离开之后，我就一直有些心神不宁的。我们这次回老家，为了低调行事，不仅没有开豪车，甚至连保镖都没带。可是骤然公布了身份之后，我就有些害怕了。更何况我对陈佳慧一家算是有些了解，这一家子的人好吃懒做不说，还非常的极品，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欠他们的。我就是怕他们回过神来闹事，特意连夜让保镖过来，没想到竟然被我猜中了。陈佳慧和周海脸色大变，陈信红和何佩珍也不住地开始求饶：“小盼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，刚刚我们就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能把我们抓起来呢？快放开我们呐！我可是你堂婶呐，你忘记小时候我还给你吃过糖吗？可是你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，也不说帮衬下我们这些亲戚，我们才出此下策呀。我们知道错了，这大过年的，你就大人大量放了我们吧。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改正，会对你爸妈毕恭毕敬的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们不会这么小气，非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吧？”陈佳慧虽然表情还是不服，但是也哭着说：“对呀，堂姐，我刚刚是吓唬你，我没想真的伤害你呀，都是我老公逼我的呀。”15。周海胆小如鼠，要不是保镖们架着，此刻估计已经跪下了。听到陈佳慧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自己的身上，也是欲哭无泪。“不是的，老板娘，不是这样的呀。是陈佳慧说你们有钱不给他们分就是该死，还说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你们回过神来肯定会送我去坐牢的。我偷开你们的车，又偷了你们的钱，还去了别墅啥的，他们说我死定了。我是太害怕才这样的呀。刚刚我还特意把刀拿远了，生怕伤到老板娘。是陈佳慧要动刀子的，不是啊你们明鉴呐！”我听着烦躁不已，恨不得立刻扭送4人去警察局。但是看着不远处连连叹气的爸妈，我还是忍住了。如果这次我把4人送去监狱，不难想象以后爸妈在村里的生活。所以我叹了口气，算了，先放了吧，年后再说吧。反正家里有监控，也算是一个把柄，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了。保镖们会意，立刻松手。4人连连感谢，飞奔出了别墅。可是刚出别墅大门，4人就开始大喊大叫：“乡亲们，你们快过来看啊！陈小盼是首富，却不说给咱们分点钱，这种人就不该活着呀！大家快来分钱啊！”
很快，别墅外就围满了村民，一个个朝着别墅张望。陈家慧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总共只有10个保镖，但是我却有几百个村民，我倒要看看你现在怎么办。今天这钱，你不拿也得拿，要么你就等着被我们撕碎吧。”16，爸妈几乎要哭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非要待在这老家。你们要打要杀就冲我来，我女儿和女婿是无辜的呀。我赶紧安抚爸妈，别担心，我能想到保镖，自然也能想到这个了。可是爸妈还是有点害怕。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虽然家里不算太穷，但是钱这个诱惑力实在太大了。更何况法不责众，就算真的责了，我们全家还是会受罪的。陈家慧见我们这样，笑得更厉害了。所以说，你们说傻子，我怎么可能真的会后悔？在知道你们说首付之后，我就想好了这个计划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办。话音落地，村民们摩拳擦掌地走了过来。可是大家并没有围攻我们家，而是对着陈家慧4人拳打脚踢，一边打还一边说：“陈老大一家可是大好人，给村里修路铺桥的，你真拿我们当枪使唤吗？”就是。而且陈老板昨天还让这些保镖给我们送钱，60岁以上的家庭还多给了1000，我们凭啥打人家？细水长流才是人生真谛，我们怎么可能听你们这搅屎棍的话？爸妈愣了一下，昨晚你们出去是给大家送钱了？我嗯了一声，没错，我准备了不少的钱给大家。本来是想等到过年前1天再给的，但是提前2天给也没事，反正终究要给的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我自然不可能那么小气了。更何况我还指着大家以后多照顾照顾你们呢。17，眼看4人求饶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才让大家停手，毕竟真的闹出人命来就不好收场了。而警察也在这个时候出现，陈家慧满脸都是血，眼神却充满了恨意。你故意的，你是故意把我放了，就是故意这样让村民和我们为敌的，对不对？你好狠毒的心呐！陈家慧说：“对也不对，我刚刚的却想过，如果他们能真的改过自新，我还是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的。但是多年经商，让我早就学会了做2手准备了。”警察下来之后，陈家慧赶紧指着大家喊：“快把这群刁民抓起来！他们打伤了我们，判他们死刑啊！”村民们自然是七嘴八舌地解释了事情的经过，警察也点了点头，把陈家慧4人控制了起来。陈家慧尖叫道：“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们才是受害者呀！你们难道也被他们买通了吗？社会的走狗，你们是走狗，你们不得好死！”我笑了笑，走到了陈家慧身边。知道什么叫毫无人性吗？知道什么叫首富的特权吗？你们就等着牢底坐穿吧！4人彻底崩溃，不住地诅咒我，但是很快就被警察带走了。爸妈听着连连叹气：“小盼，我们知道你是首富，但是这样会不会不好啊？”冯志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爸妈，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人，刚刚小盼是开玩笑呢，我们怎么可能有什么特权？我们只是把昨天和今天发生事情的监控直接给了警察而已，他们这样做早就违法了，根本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。”18，村民们见4人被带走，也是一阵欢呼，各种表忠心，表示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来，他们还会这么做。爸妈自然是各种陪笑。感谢众人，一通折腾后，家里也总算安静了下来。我呼出一口浊气，一脸轻松地看着爸妈笑了笑。现在可以放心过年了。我们问过律师了，4个人虽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但是敲诈、意图诽谤、涉嫌绑架、故意伤人，还有涉黑霸占房子等事情，没个1、2年肯定是出不来了。爸妈对视一眼，并没多说什么，而是直接开始收拾行李。这时我一脸疑惑地看了看爸妈，我爸叹了口气才开口：“我们本想着在老家过清闲日子，不想跟着你们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，但是经过这2天的事情，我们算是清楚了，如果我们一直在这里，以后的麻烦事还不知道多少。”我妈也跟着点了点头：“这次是你和志明在，万一你们走了，
陈家慧一家又来闹事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怕事，可是我们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。所以我和你爸决定了，不在老家待着了，我们跟你去城里面。你们在你那庄园的附近给我们买套小房子住着就行，不会打扰你们小两口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和冯志明自然是喜不自胜了，当即安排了直升机回了汉城的庄园。上了直升机之后，看着越来越小的别墅，我不由得有些感慨，没想到还因祸得福了，以后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，简直太美好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